RTS 的核心作用不只是把柔佛与新加坡之间的通勤时间缩短，而是把原本高度不确定的跨境移动变成一套更稳定、可预测、可复制的日常系统。对很多跨境上班族来说，真正被消耗的从来不只是路上的十几分钟，而是清晨出门时要不要提早1小时，关卡会不会突然塞住，迟到风险要不要自己承担，以及长期通勤带来的精力流失。首列新马 RTS Link 列车已经在中国中车株洲的厂房内正式亮相。列车采用灰、白、蓝3色涂装，设计灵感来自柔佛海峡的波光，整体线条偏流线型，车头带有明显的子弹头轮廓。它看起来不算庞大，但这套系统本来就不是靠单列超大编组取胜，而是靠高频、稳定和持续输送能力来处理跨境人流。整列车长 76.5 米，是未来投入 RTS Link 运营的8组列车之一，全部由中国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制造。每列车采用4节编组，最佳载客量为607人，最大载客上限为1087人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一条观光型线路，而是一条非常明确面向高频跨境通勤需求的城市轨道系统。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可缩短至 3.6 分钟，非高峰期为6分钟一班，系统每小时单向运力可达1万人次。这个数字的意义在于，它不是简单提供一条更快的路线，而是在新柔长低、长期拥堵、通勤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，给出一套更可计算的通勤方案。列车采用独立轻轨系统，配备全自动驾驶，最高运行时速可达80公里。随着2026年启用日期临近，其余列车也会陆续交付并展开测试。这些数据放在一起看， RTS 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其实很明确，就是跨境通勤中的运力、效率和稳定性。柔新特区这些年一直谈协同、谈流动、谈产业承接，但只要跨境移动仍然高度依赖道路系统，很多机会就会被堵在最后几公里。先把人稳定送过去，后面的就业、消费和居住逻辑才有机会真正变化。除了列车本身， RTS 现阶段更值得关注的是车辆和系统调试已经推进到哪一步。去年底，8列列车已经全部运抵现场，项目进入车辆调试阶段。当前调试重点围绕牵引、网络控制、车门和空调等关键系统展开，所有数据都要反复校验，确保列车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能稳定运行。对柔新这条线来说，这一点尤其关键，因为它面对的是高频率、短距离、跨边境的运营场景，任何小故障只要叠加在尖峰时段，都会迅速放大成排队、延误和换乘压力。列车采用独立轻轨系统，配备全自动驾驶，最高运行时速可达80公里。全自动驾驶的优势不只是减少人为误差，更重要的是让班距控制更精准，尤其是在尖峰时段每 3.6 分钟一班的高密度发车条件下，系统稳定性必须足够高，否则理论运力很难转化成真实运力。按照目前公布的信息，系统在尖峰时段可维持每 3.6 分钟一班的发车频率，并具备每小时单向运载1万人次乘客的能力。这个能力值不是靠某一项配置单独实现的，而是车辆、信号、站台组织、折返效率和边检衔接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车厢内部也已经公布了不少细节，每节车厢设有32个座位，其中包括4个可折叠座椅，方便轮椅、婴儿车和行李使用。以4节编组计算，一列车固定座位数量并不算多，这个取舍本身就很明确。设计重点不是长时间乘坐舒适性，而是短途高频通勤下的吞吐效率。考虑到这是一条短途跨境线，车内保留了大量站立空间和倚靠式座位，通道也做得比较宽，方便乘客快速上下车，也方便携带背包、手提袋、行李箱或推婴儿车的乘客通过。对于一条未来会承接大量上班族、
学生和周末跨境消费人流的线路来说，宽通道比多几个座位更实用，因为上下车速度本身就会直接影响暂停时间和后续班距。车门上方配有动态路线图和显示屏，会实时更新行程信息。虽然整段旅程时间不长，但实时信息显示仍然重要，因为乘客需要明确知道列车状态、站点位置和到达节奏，尤其是首次使用者、跨境旅客和携带长者、儿童出行的人群。列车还配备听力感应环系统，可以把广播内容直接传输到助听器，这是马新铁路系统首次引入这项技术。这个配置看起来不是决定运力的核心参数，但它反映出整套系统在无障碍和信息可达性上的标准正在提高。车上也设有全车摄像头等设施，有助于提升运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和异常事件处理效率。很多基础设施项目开通之后会带来出行便利，但未必足以改变区域格局。RTS 的影响更深，因为它连接的是两个本来就存在明显经济落差，同时又高度互补的城市空间。它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提高劳动力流动性，重塑消费流向与商圈分布，并扩大企业选址和招聘的空间范围。对许多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来说，长期跨境通勤的关键问题一直不是路线不存在，而是时间波动太大，导致日常安排很难稳定。你可以接受每天通勤，但很难接受今天40分钟，明天2小时，后天又因为排队打乱整天节奏。RTS 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把通勤时间压缩得更可预测。只要总时长和波动幅度同时下降，很多家庭就会重新计算生活方案，包括在新山居住，降低住房成本，同时保留新加坡收入。跨境消费也会随之改变，比如 Bukit Chagar 周边以及与站点连接紧密、步行和接驳效率高的商业带，未来更有机会承接通勤前后的人流。企业决策同样会受到影响，人员能否准时到岗，客户往来是否便利，办公与居住成本能否优化，后勤与配套是否完善，始终是选址和招聘中的核心变量。过去柔佛与新加坡之间虽然距离很近，但因为连接稳定性不足，很多企业在实际操作上仍然把两地视为相对割裂的空间。RTS 提高跨境连接的稳定性之后，一些原本处于边缘的位置将被纳入更大的通勤圈和商务圈。更重要的是， RTS 会把柔佛与新加坡之间原本长期存在的工资差、租金差、土地成本差和消费价格差更高效地转化为现实选择。过去这些差异一直都在，但因为连接不稳定，执行成本偏高，很多机会看起来存在，实际却很难持续落地。 RTS 投入运营后，跨境工作、居住、消费和投资的可行性会显著提高，但这种变化不会平均分布在所有区域和所有人群之间。谁更靠近站点，谁更能承接高频人流，谁更早理解跨境客群的时间价值，谁就更可能先拿到这一轮重估红利。所以说， RTS 放大的从来不只是交通效率，而是机会差本身。 RTS 最值得持续关注的不是开通当天的热度，而是它会不会在接下来1到3年逐步改写柔佛和新加坡之间的选择顺序。居住地点、求职范围、周末消费去向以及值得长期观察的区域都可能被这条线路重新排序。判断谁会先受益，可以重点看4个标准。第一是总时间，不是只看列车跑几分钟，而是从出门到到达，全程到底省了多少。第二是稳定性，今天快不算数，能不能长期维持低波动才关键。第三是接驳，站点周边有没有成熟的人行系统、巴士、停车、商业和住宅配套，决定了线路价值能不能真正释放。第四是估值，市场会不会提前反映预期，哪些区域已经涨过头，
哪些区域还没有被充分定价，这些都要分开看。真正有价值的不是短期关注度，而是开通之后哪些行为会逐渐变成稳定习惯，哪些区域会因此被重新定价。对普通家庭、商家和投资者来说，现在就该开始做判断，因为 RTS 一旦跑顺，变化不会等所有人准备好才开始。